我之前咧就收到一個留言，佢話自己咧就唔會去一啲貴價嘅餐廳度食嘢，淨係去茶餐廳食嘅啫。同埋咧，佢就同我講話，佢淨係食生命麵包啦，即係白麵包啦，因為負擔唔起咧，所以咧就選擇唔去花費。雖然佢自己好少使錢，但係咧佢就同我講，佢仍然係好窮。咁其實我嗰陣時咧，我睇到呢個留言嘅時候咧，諗咗好多嘢㗎。呢個咧其實唔係第一個留言咧，令我去反思翻咧人類嗰個生活嘅問題。其實好多人咧都有種感覺，就係無論我幾努力幾辛苦，最終咧都係徒勞無功，冇辦法改變現實。其實我之前喺呢段片段咧講呢個極簡生活嘅時候咧，其實唔係指唔花任何錢，其實只係指你喺使錢嘅時候，你應該俾每一樣嘅物品有一個價值。我嘅意思即係話，你只係應該花錢喺一啲對你有價值、有意義嘅物品上面。其實我之後都有回應呢個留言嘅，我就話啦，如果你咧應該要使嘅錢咧，就應該要使。如果你買呢個物品係真係俾到你一啲特別嘅價值嘅話咧，你應該就要去買。當時我亦都提到，你嘅重點就係你必須增加唔同嘅收入來源。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每個月我都會收到錢嘅7個收入來源。喺我分享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你嘅一個 click 咧，就會令到 YouTube 可以推介我嘅影片俾更多人睇，令到咧更多人咧可以得到免費而有用嘅財務資訊啦。我嘅第一種嘅收入就係租金。我自己咧就喺海外，即係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去買物業嘅，所以喺韓國裏面咧，我亦都有租金收入。依家我嘅租金回報咧，大約係5% 左右。香港嘅樓價咧就唔係一般人可以負擔到，但係相比起外國，雖然咧外國人咧去人哋嘅地方買屋嘅時候咧會有比較高嘅稅項，但係因為咧成個樓價都比較平，所以對年青人或者一啲比較年青資金有緊缺嘅人嚟講咧係比較容易入手。而我呢個物業咧就有5% 嘅回報。相比起你喺香港要付出嘅借貸槓桿比率同埋佢個租金回報嚟講咧，我會比較中意買一啲咧樓價比較平嘅海外物業咧用嚟收租嘅。之前我喺呢段片段咧都分享過我對房地產嘅一啲嘅投資嘅睇法啦，你可以睇翻呢個影片嚟參考一下。第二種咧俾我每個月有收入咧就係公司嘅業務投資啦。我之前咧喺某一啲我嘅片段裏面咧都有講過，我喺韓國咧係有公司嘅業務嘅。咁呢一間公司咧就係關於一啲教育科技有關嘅業務嚟嘅。其實咧最早期咧，我當時候咧只不過係一個投資者嘅身份，當時咧我冇直接去營運呢間公司嘅日常業務嘅。即係簡單嚟講，我嗰陣時咧就係一個股東嘅形式，注資喺呢間公司上面。而當呢間公司有盈利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得到一啲回報啦。喺投資世界上面，其實唔一定要係投資喺買股票或者買房地產上面。其實投資喺 startup 初創或者一啲咧需要營運資金嘅公司上面咧，成為佢哋嘅股東咧，亦都係投資嘅一種。最簡單就係你身邊嘅網絡咧，會俾你一啲機會，例如你嘅朋友啦、你嘅屋企人啦，或者你朋友嘅朋友啦。好多時你身邊嘅人咧喺營運一間公司嘅時候咧，需要額外嘅投資者，而呢個時候咧，你亦都可以做到咧注資喺佢哋嘅公司上面作為一個投資啦。其實近年咧都好流行呢個 crowdfunding 嘅模式嘅。crowdfunding 即係眾籌啦，係一個通過呢個網絡嘅世界，喺一個大量嘅人群裏面咧，每人籌集少量嘅資金，目的咧就係為一啲 project 啦或者一啲企業咧去提供一個營運嘅資金，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融資嘅一種嘅方法。其實網上咧都有一啲平台咧去幫助呢啲 startup 或者咧投資者做配對嘅，例如 crowdfunder 啦、seed investor 或者 angel hub。當中咧有一啲 project 或者一啲企業咧，其實背後佢都有一啲幾好嘅理念同埋產品嘅。當然啦，投資喺呢啲初創上面嘅風險咧係可以好高。要好考慮自己對嗰個行業嘅眼光啦，同埋成功與否咧就取決於成個產品同埋個公司創立人自己嘅實力啦。第三種俾到我嘅收入咧就係股息同埋債息啦。咁相信咧，如果你睇咗我嘅片段一段時間咧，你都會留意到，其實我唔同嘅片段裏面咧都有分析過咧一啲收息嘅股票同埋收債息嘅債券嘅。咁我都會放翻呢啲片段嘅 link 咧喺下面俾你哋參考一下嘅。收息方面咧，我好多時咧都係放喺美股上面。但係咧要留意啦，美股咧係有股息稅30% 嘅，
但係點解我仍然會考慮美國嘅市場呢？因為其實喺美股上面咧，好多企業有兩方面係做得幾好嘅。第一就係佢哋有加派呢個息率，第二咧就係連續每年咁樣派息，呢兩方面咧都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有啲我揀咗出嚟嘅股票咧，佢哋係講緊10幾、20幾年無間斷咁樣派息，仲要每年都有加大呢個息率。所以對我嚟講，要揀一隻長遠嘅收息股咧，佢嘅穩定派息同埋有真派息咧，都係我考慮嘅重要因素之一。呢一樣嘢咧，會令到我都可以接受作為外國人要俾30% 嘅稅項啦。另外呢個影片咧都有講翻我對稅收嘅睇法，你都可以咧參考一下。第4種我嘅收入咧就係網頁上面嘅收入啦。Rain is here 呢個頻道嘅網站咧就係 www.investingwithrain.com。呢個網站咧每個月咧都會得到 Google AdSense 嘅一啲廣告嘅收入。其實網站裡面嘅廣告數量咧，其實係可以由我自己自由控制嘅。畫面你睇到咧就係呢啲咁嘅廣告啦，喺呢度、呢度同埋呢度。有啲網頁咧，我之前望到咧係可以好誇張嘅，其實佢可能咧係擺幾十個廣告喺同一版裡面。其實作為 blogger 去準備呢啲網頁嘅時候咧，佢嘅目標都係集中咧去發布一啲咧比較有用嘅資料，或者係一啲市場上面好多人都講緊、傾緊嘅好熱門嘅話題。其實大眾咧就會通過喺 Google 或者 Yahoo 呢啲搜尋器裡面咧揾到一啲有用嘅連結，而呢啲連結咧就會 direct 到佢咧 click 入去你嘅網頁裡面。一個成功嘅 blogger 咧，除咗有大量嘅廣告收入之外咧，仲會有其他公司或者商品咧去欣賞佢嘅網頁嘅。咁咧，呢啲公司咧就會邀請呢啲 blogger 做合作或者代言嘅機會。咁呢啲 blogger 咧就可以得到更多額外嘅收入啦。Instagram、webpage、Facebook 等等呢啲平台，其實我自己都有做。呢啲亦都係入場門檻比較低嘅平台。其實只要你想嘅話咧，你聽日就可以開始整理個網站或者你整理個 Instagram 去增加你嘅收入啦。咁好多人都會問點樣開始咧？我咩都唔識。其實咧，我就會建議你由你嘅專長去開始，以服務其他人或者去幫助社會咧係為目標。透過你自己專長或者你識嘅嘢咧，發布有用嘅資料同埋內容咧，就係一個關鍵。第5種我嘅收入咧，就係你哋依家睇緊嘅 YouTube 嘅收入啦。相信你哋都知道 YouTuber 咧係可以從 Google 嗰度咧得到一啲廣告費嘅收入。只要我有發布一啲新嘅片段，有人去睇呢啲片段嘅話咧，我就會得到一啲廣告嘅收入。其實咧，我最近咧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原來每一個題目嘅廣告費咧係唔同嘅。金融啊、理財啊，因為佢哋俾廣告費嘅贊助咧，其實係由一啲銀行或者保險公司或者一啲證券公司呢啲咁嘅大型嘅有財力比較強嘅公司去俾嘅。所以呢啲咁有財力嘅公司咧，往往俾到 Google 嘅廣告費咧就會更加多啦。咁所以原來我呢個理財嘅 topic 咧，所得到嘅廣告費咧，又會比其他 topic 嘅 YouTuber 咧又高一啲嘅喎。咁譬如如果咧係我之前有啲片段就講過 minimalist 嘅或者一啲斷捨離嘅題目咧，我就自己可以想像到咧佢哋嘅廣告費咧就應該冇咁高啦。因為咧呢啲 minimalist 都係叫你唔好消費、唔好買嘢㗎嘛。咁我心諗其實仲有冇一啲廣告商會擺廣告喺呢啲咁嘅斷捨離嘅影片上面咧？所以咧我都係近期先發現，原來你做唔同嘅題目喺 YouTube 上面咧，你得到嘅收入咧都可能會有差別。但係當然啦，我明白做 YouTuber 咧所面對嘅壓力好大嘅，未必係人人可以想做。不過咧，做 YouTube 咧嘅成本咧就低啦，而且亦都係可以立即開始增加你自己收入嘅方法。有啲咧人咧就會驚，佢唔想出佢個樣，咁我又覺得你可以用動畫、卡通或者就係用聲咁樣去表達你自己嘅內容都可以。好，第6種我嘅收入咧，就係亦都同 YouTube 有關嘅，分別咧就係 affiliate 同埋呢個捐款嘅收入啦。affiliate 即係指聯盟嘅計劃。如果大家咧想開美股嘅戶口或者加密貨幣嘅戶口去買美股或者買 Bitcoin 嘅話咧，如果用我呢個聯盟連結喺下面，你用呢個連結去開戶嘅話咧，就會令到 Rain is here 呢個頻道咧得到一啲啲嘅贊助。而捐款就係有啲人想支持下 Rain is here 呢個頻道嘅發展咧，就可以捐款到呢個 Patreon 嘅帳戶裏面啦。咁我自己就開通咗咧，所有嘅 Patrons 咧都可以得到免費嘅聲音檔啦，亦都可以咧睇一啲冇廣告嘅影片。咁咧呢個係作為答謝翻佢哋支持我頻道嘅觀眾啦。咁其實呢啲錢咧，雖然每一個人係捐好細金額嘅金錢嘅啫。
啫。但係咧，呢個就好似 crowdfunding 一樣，亦都係對 Rain is Here 呢個頻道好大嘅幫助，可以資助到我去買大光燈啦、相機啦、電腦啦、Final Cut Pro 啦、音樂啦、插圖啦，其實所有呢啲同剪片啊或者做影片有關嘅工具同軟件咧，好多都係要俾錢去買嘅。咁亦都可以當請我飲杯咖啡咁樣啦，等我有啲精神、有啲動力繼續去做一啲好嘅片出嚟啦。所以其實錄製一段 YouTube 片咧，其實都有好多支出嘅。咁當然啦，要得到大家嘅贊助咧，首要嘅條件就係你要出產一啲好優質嘅內容。其實我成立呢個 Rain is Here 呢個頻道嘅目的，想當初咧都係想幫助翻我自己社區裡面嘅年輕人啊，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同埋以幫助到大多數嘅人為大前提。所以呢個就係我整呢個頻道嘅目的啦。所以如果要得到一啲贊助或者捐款，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出產更多有優質內容嘅影片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唔係做 YouTube， 你淨係整網頁嘅話，即係你一個 blogger 嘅話咧，亦都可以做 affiliate 嘅。好多 blogger 咧都會加一啲同文嘅連結喺佢哋網站度啦，希望就可以得到其他人嘅贊助咧，繼續經營自己嘅網站。最後一樣我嘅收入咧，就係亦都同 YouTube 同埋社交平台有關㗎啦，就係 endorsement 廣告贊助。大家咧都可能發現喺我嘅影片裏面咧，其實有廣告贊助嘅影片幾乎係未出現過嘅。如果以一個9萬人訂閱人數嘅 YouTube 頻道嚟講咧，我諗我都係算少數冇出現過贊助嘅影片嘅 YouTuber 嚟㗎啦。其實好老實講，我日日都收到咧唔同贊助商嘅聯絡，自己個 email 咧同埋個 message 嘅 inbox 咧都爆咁滯㗎啦。所以我自己都數唔出咧有幾多個贊助商咧我未有回應嘅。其實亦都唔係我唔想去爭取呢啲收入啦。但係我真係想揾出一啲咧我自己試過亦都好中意嘅產品，或者係一啲真真正正幫到大家嘅服務或者一啲產品之後咧，先至介紹俾大家。所以我可以話到依家呢個收入咧都仲係零嘅。但係呢個收入咧可以話只要我肯做嘅話咧，其實會隨時改變嘅呢個數字。所以咧都係到時我揾到合適嘅產品咧，先話你哋知啦。呢一種廣告嘅收入咧，亦都係適用於 blogger 同埋 vlogger 嘅。只要你嘅平台咧成為對呢個社區有價值嘅資料庫，呢啲咁嘅額外嘅少少嘅收入咧，就會隨之而嚟㗎啦。贊助商通常都係因為首先佢中意你個內容，中意你個為人點樣去 present 你嘅內容嘅時候咧，佢哋先會同你聯絡嘅啫。所以大前提亦都係你首先要係建立到一個有用嘅內容、有用嘅資料俾你個社區咧，你先會有機會得到呢啲額外嘅收入。咁我都想回應翻我頭先喺片段最早講過嗰個留言。如果你係已經努力嘗試過去慳錢，亦都努力嘗試過去儲錢，但係你嘅生活仍然係覺得係貧窮嘅話，我好明白呢種失望同埋無助嘅感覺。咁你下一步咧，其實係唔應該再痛苦咁樣自怨自艾。你應該做嘅話係揾一個方法去創造一個額外嘅收入來源，去建立咧唔同嘅收入渠道，令到你唔係單單咁樣依靠你個工資收入咧去生活。就算你係一日因為經濟環境影響，公司營運不佳，去裁員失業，你亦都有其他嘅收入來源去支持你日常嘅生活。我好想講呢個男仔好叻，佢可以忍耐到唔去買嘢，佢可以忍耐到去少社交，去少花錢。咁點解唔可以忍耐每一日花多1-2個鐘去以服務你個社區為目標，以你個專長去幫人呢？而你利用你嘅專長去幫人嘅同時，可能有啲額外嘅收入咧，就會靜雞雞咁樣嚟揾翻你。好啦，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我會覺得呢7個嘅收入來源咧，會令到唔同嘅人有不同程度嘅啟發啦。咁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有冇其他嘅收入來源嘅好建議可以分享下俾其他嘅觀眾知咧？如果你中意呢段片段，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share 啦、留言啦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